出了这件装備之後，英雄可以根據自己的職業獲得自適應的屬性加成，並且釋放大招的時候，就是會觸發跟他職業相匹配的特定效果。這裡是白起出了無相神器，然後除了屬性加成之外，它還會釋放大招的時候獲得一個效果，就是召喚這個暴風雪環繞周身，會有一個範圍的傷害和減速效果。對，就可能有一些更需要就是他後續大招釋放完之後，後續的一些留人能力的一些英雄可能會更適合一些，比如說蘇烈這種。好，這是戰士。戰士的話就是会獲得回復和攻擊力的一個加成，然後而且當周圍的人越多的時候，他會獲得額外的這個持續回復和持續的攻擊力。就打團的時候能力會更強一點。對。然後它主要加的屬性是物理攻擊、冷却縮減和最大生命。对，攻擊和回復。等於是有個基礎屬性，再加上大招還有一個額外效果。對，每一個職業都是這樣的。這刺客的話就會給一個爆發移速，對，然後擊殺或者助攻的時候會刷新這個效果。他可能退場可能會更有用，或者是他可能追擊啊，进场追擊的時候更有用。对。比如阿珂出了這件裝備，的效果跟他大招的效果疊加，移速確實會很誇張，進場能力可能就會更強了。恐怖故事。這是法師的，法師釋放大招的時候會獲得這個聖光籠罩的一個效果，然後其實具體來說就是會獲得冷卻縮減以及這個冷卻的加速效果，就每秒它這個冷卻的轉速會加快。就可以看到一直在亮，所有對技能的這個轉速都在加快。有了這個裝備之後，它可能會在真空期會縮短一些可能一個團戰它可能會打2套這種連招這是輔助，輔助的話就除了它的基礎屬性之外，它會使用大招之後會使周圍的友方獲得多次的這個生命值回復和法力值的一個回復。周圍的友方英雄在周圍的都能夠拿到了。對，只要你在團戰開啟的一瞬間，你把你的大招的時機要把握到位，可能會給這個團戰帶來決定性的影響。對，然後好像還有一個射手還有一個射手，來看看射手什麼樣的。射手的話是釋放大招之後增加移速，增加這個攻速，而且對會召喚那個飛劍環繞自身，會主動攻擊這個敵人。這個很帥啊。對，這感覺特效很帥，而且給的屬性是吸血、暴擊、攻速、誤攻，也是比較契合我們射手的一個能力的它其實和這個版本的匯流為兵一樣，都是屬於賽季內容。然後我們會每個版本根據這個版本的主題去匹配一些這個賽季內容。然後當這個版本過了之後，那自然而然這個賽季內容會下架。大家都覺得匯流為兵非常好用，要是留下來未來都能用就更好了。會有這種可能性嗎？作為這個賽季內容，暫時沒有考慮長度。對，暫時沒有考慮長度。這個我們對新賽季的裝備也進行了一個平衡，然後其實主要就是平衡暴擊裝跟法球流跟法球裝的一個效果。对，比如无尽是我們降低了一點它的售價，然後影刃的話就是增加了這個暴擊時移速也會翻倍的一個效果。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對法球裝進行了一個調整，就是新增了0.15秒的冷卻。這個0.15秒的冷卻其實對大部分射手而言是沒有影響的，因為它如果是靠普攻輸出的話，即便我攻速堆滿了，然後也不會觸發這個冷卻效果。我們下面也列了一下，就是包括像李信啊、虞姬啊、馬可、狄仁傑這些都做了一個對英雄本身的一個增強項的調整。然後具體的調整效果，我們可以觀察，就是後面觀察我們體驗服的公告。我們做了一個優化，就是在擊敗對抗路的空間之靈的時候，在己方兵線到達傳送陣附近的時候，空間之靈就會從原初法陣這個位置跳出來，然後沿這個對抗路的兵線協助自己去推進，就是加入我是這意思嗎？對，對，你擊敗他的時候跳出來，对，跳出来，甚至外觀小模樣還挺俊的，但是他會。对，他會沿着兵線一起去推進。如果周圍沒有己方英雄的話，他獲得的這個收益，不管是推塔的收益還是兵線的收益，都會轉移給對抗路的英雄。目前是給50%，然後具體的一個最終的這個比例，肯定還是要在體驗服測試了之後，大家可以多去體驗，然後我們會根據這個強度來進行一個平衡調整，就讓對抗路的這個玩法能夠有更多的選擇了。可能對邊路、中路、打野3個人之間的聯動可能會更多吧。
那包括，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婉婉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开野路线，这可能也是选择其中一种，去尽快的拿到这样的资源，去获得资源的优势，应该。比如说我帮对抗路去拿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是我击败的，那这个东西会给我吗？如果你不是对抗路的英雄的话，它这个收益的归属判定是根据在对抗路待的时间来判定的，就是待的时间越久，它就是受益的归属者。就即便是可能打野过去帮对抗路给击杀了这个空间之灵，但是因为打野只是路过一下，并不是一直待在对抗路的，那待在对抗路最久的还是对抗路的英雄，所以最终这个收益还是归属给对抗路。比如说有些职业的他会换分路嘛，比如说发一路可能去对抗路，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给发一路。我想知道这个我能多次召唤吗？还是就打第一下给？每一次击败这个空间之灵的时候，都会召唤一个新的空间之灵帮助你推线，对，不是一次性的。然后就是相当于鼓勵对抗路能夠更多的利用這個空間之靈去達成一些效果嘛。